那你们还能在这个点刷到我？我都以为我快凉了呢。今天就不猜左脚右脚了。老规矩，你们刷到了就吱个声，或者在右边留下人机评论，让我知道我还没有凉透。好了，废话环节到此结束，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。斯蒂芬为了过上荒野独居的日子，独自来到森林，而这2棵分叉大树恰好可以作为庇护所龙骨。他选择驻扎在溪流上方，则是水源的方便。随后将保鲜膜固定在树干，便开始了缠绕。作为材料的 PE 保鲜膜具有一定的防水透气性，而为了保障空气流通，届时会预留窗口。斯蒂芬需要保鲜膜提供牢固的支撑性和防雨功能，作为刚需的庇护所则无需复杂，能过夜并且保证安全即可。横向缠绕完，便开始纵向缠绕，直到将其缩紧至手腕粗大小。接下来如法炮制的将另外3侧缠绕。此时的斯蒂芬不断穿梭在溪流当中，为了在天黑前将过夜庇护所搭建完成，他不得不再次提高搭建速度。此时他在底部钻来钻去，不断缠绕床板。为了能够支撑他体重的床板厚度，斯蒂芬足足消耗了大半卷保鲜膜。直到将所有缝隙填充并确定其牢固性，才休息片刻。此时太阳即将落幕，斯蒂芬再次将保鲜膜缠绕在上方开始搭建。为了得到床板的支撑保障，已经消耗大半材料，但作为防雨主要目的的上层建筑则无需太厚，仅2圈半之后便开始纵向缠绕。和底部建造方法相同，但纵向缠绕也并未消耗太多材料。看了看手中仅剩不多的保鲜膜，就此打住。毕竟接下来还要将保鲜膜屋顶搭建出避雨层，而这一层也相当薄。完成之后，从外围开始缠绕中心部分，同样的2圈半完成保鲜膜连接。手中的保鲜膜材料即将消耗殆尽，索性全部消耗在所有保鲜膜未缠绕的缝隙之中。至此，终于搭建出一个荒野单人庇护所。斯蒂芬迫不及待地脱鞋从预留口钻进内部，160斤的体重将保鲜膜床板凹陷下去，但也完全支撑住了。正打算休息时，天空小雨忽至，一场雨给他的野外生存体验感拉满。考虑到还没将木柴囤积备用，立马起身并将斧子掏出，但他走向附近却发现很多地面的碎木头，思考片刻，还是放弃砍柴并将木头捡起。毕竟在雨天的生存条件还是较为困难，当务之急应该是搜集柴火，立刻点火回温，否则傍晚温度骤降便没了安全的保障。他将木柴搜集完成，并用斧子砍下碎木屑，接着将每棒摩擦出火花点燃木屑，然后不断地给火堆中添着木头。随着温度的降低和疲惫一天的建造，此时的斯蒂芬早已饥寒交迫。他在家将鸡腿肉用奥尔良酱汁腌制，这样便可避免打猎，节省时间，体验自然的野营生活。但之后还是要制作捕鱼笼和烤肉架，体验野味的。今天则先简单凑合一下，趁着给肉加热的时间，顺便将蔬菜切块备用。此时不断下着的小雨形成一种白噪音，而他正在享受这一刻，再也无需考虑生活当中的琐碎和疲惫。在荒野独居的生活实在惬意。听着雨声烤着火，吃着鸡腿悠然自若，在这一刻才终于回忆起荒野独居的初衷。直到天色渐晚，才终于吃完这顿野外大餐。渴了便利用茶缸盛满自然的溪水，在水里加入一些果子，便可以感受另一番滋味。大快朵颐之后，钻进小窝休息一晚。次日睡醒时，早已雨过天晴，闻着大自然中的森林气息，顿感放松。他将细木根削去分叉，制作出支架。然后将2根长度统一的木根用藤条系紧，接着将水上支架捞出，再次固定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将第3根木条横向固定在中心，利用木绳确保木条连接稳定之后放下备用。随后将倒地的桦树皮表面削下，接着把支架的木条砍出十字形凹槽，再将桦树皮分割成统一长款，固定在木头内。你可能认为斯蒂芬制作的是水上风车，实则不然。
直到他把小风车搬回地面并将火堆点燃时，他将一侧的木头顶端削尖，然后把野生火机穿插在木头上，我才明白小风车的作用。为了避免坐在保鲜膜床上吃饭的不易，他打算制作桌椅，利用大量的细木条充当面板，切割为统一长短时，将较长的木根削尖底部并嵌入土地内，接着利用顶部的槽位将木条安装并系紧藤条。看到这里才明白，斯蒂芬的手工编制技术依然炉火纯青，定然是做了充足的野外生存指南。而在烹饪技能更是轻车熟路，利用木罐加入大量佐料以及食用油，最后把松枝充当油刷给激过油。没吃饭的朋友有福气了，保证你立马起身去厨房溜达一圈。当然，烤鸡并未结束。为了保证鸡肉外焦里嫩入口即化，他打算烤满2个半小时，趁现在空余的时间再次砍下一捆木条回到营地。为了体验户外野炊的感觉，斯蒂芬特意学习捕鱼笼编织，而这才是保鲜膜建造在溪流上的目的。将几根细木条固定出框架之后，他不断在外围缠绕木条包裹出圆形，待到外部缝隙完全填充完成时，捕鱼笼终于初露锋芒，最终在溪流的下水处固定捕鱼笼迎接小鱼们。疲惫了一天的斯蒂芬终于回到木桌上开始大快朵颐。第3天的鸟语花香将他唤醒，在绿树成荫的森林中刷新了一天的疲劳感，而能不能吃上烤鱼大餐就看这一波了。打开捕鱼笼，惊奇地发现居然成功捕捉到3条，这可着实出乎意料了。心善的他最终还是将2条小鱼放生，留下大鱼当做晚餐。简单的美食则无需复杂的处理，仅用刀处理内脏并撒上一些佐料便开始烤。随着一顿野炊炉烟升起，这场单人户外野营体验感将他内心成就感填满。不得不说，斯蒂芬是如此的热爱黄瓜和番茄，每顿饭都有其存在。待到吃饱以后，斯蒂芬茶壶茶缸摆在木桌上，不得不说，这波倒茶绿茶的文化水平属实学到精髓了。此时烈日炎炎，倍感燥热，斯蒂芬索性将衣服脱掉并跳进溪流之中。这一刻他笑了，真正得到内心的宁静而无法控制的开心。最后将木桌和茶水一并搬来小溪上，单人荒野生存的成就感在心中迸发。这一刻单纯的享受着自然的交融，但由于保鲜膜搭建的庇护所并不牢靠，当斯蒂芬几天后重回故地时，早已破旧不堪。所以斯蒂芬徒步2个半小时寻觅庇护所，正打算休息片刻时，他突然将一把铁斧掏出，因为他意识到这2根浑然天成的参天巨木完全可以用于搭建他的庇护所地基。于是斯蒂芬开始将杂草和树枝逐一清扫。他将这根较细的树干砍断搬回去，目的则是将2根巨木分开，在巨木之间开辟出一个方形空位搭建庇护所。将陈年累积的枯草和土块运出去之后，斯蒂芬连忙将行囊中的一把短铲掏出，随后开始着手于基坑的打造。但由于波利西亚丛林温差较大，导致土块坚硬，他不得不先利用铁斧松弛土地。此时松软的土地被一铲铲运至基坑外，而斯蒂芬却坐在木头上挖凿基坑。只因徒步许久，来此早已消耗大量体力，但为了尽快完善庇护所并入住，他不得不加快手上的速度。此时基坑挖至2.5米深，斯蒂芬连忙挖凿出了阶梯。此时的庇护所基坑初具雏形，他提前开始在单侧挖凿保留床位。然而斯蒂芬在挖坑时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由于丛林的白天黑夜温差较大，所以他打算在基坑提前预留出一个土质壁炉取暖，而刚刚锯断的这根原木便用于打通烟囱。将烟囱打通之后，斯蒂芬把树干的根茎切割，随后再次把根茎削尖底部，仅需要将削尖的木头嵌入树桩缝隙，便可以将树桩分割为大小统一的半圆形木块，而这根巨型树桩便是它的原木床板材料。此时斯蒂芬将庇护所铲出阶梯，便于进入，接着将木桩原木片置于基坑内部。现在斯蒂芬总算是可以在此休息片刻。喝完这瓶82年的可乐之后，重振旗鼓。为了打造一个完全隐蔽的地下庇护所，
他将刚才使用了一半的巨型树桩切割，将树桩底部砍去棱角，保证平滑性，然后回到庇护所为树桩搭建一个防滑支撑架。如此一来，树桩即可固定在坑位的前后。为了能够制作一个稳定的天花板抗风，斯蒂芬将马王钉打入木桩内侧并开槽。接着他开始完善封顶工作，这些被分割为统一长短的木头便是天花板木柴，将其固定在刚刚开槽的马王钉上，即可完成庇护所天花板的框架。在寻觅封顶的木头之前，他先是掏出一捆尼龙绳和一台手摇起重机，随后利用绳子缠绕起重机绑定在树上，接着便可以像钓鱼般运输一整根较重的原木。仅是将木头搬到半米高的树桩上都十分吃力，所以斯蒂芬利用2根细木作为滑轨，最终费尽9牛2虎之力将其成功转移。随后，斯蒂芬如法炮制，将木头搬运并逐一覆盖在庇护所上。此时封顶工作总算完成最艰难的一步，而对于庇护所的防雨水密封，斯蒂芬采用这些倒地树干上的青苔，取之不尽的苔藓自然是最佳材料，不仅可以填充缝隙保证密封效果，更是可以提高庇护所的隐蔽性。而他的建造工作也迎来尾声，斯蒂芬将树桩的最后一部分抬起之后，在上方25厘米位置切割，没想到树桩片摔倒地面被一分为2，于是斯蒂芬不得不找来几根树枝，将几根野生钉子打入链接处以后，他将一根木绳缠绕在树枝内侧，即可从内部开拉。一个安全感十足的庇护所入户门便初露锋芒。由于庇护所空间狭隘，容易一氧化碳中毒，斯蒂芬特意将排烟管链接散热软管，并在缝隙填充土块夯实。忙碌了许久的斯蒂芬总算可以在今天竣工。他躲在亲手打造的地下庇护所中体验荒野独居，将蜡烛点燃之后，内部空间总算有些温馨，而壁炉的取暖效果自然不在话下。饥寒交迫的斯蒂芬迫不及待大展厨艺，将几根香肠加入锅中并封上一层锡纸，随后直接丢入火堆中加热。等待时间，斯蒂芬顺势切上一些配菜，直到锅中发出冒油的滋滋声才将其端出。如此解压的荒野独居生活便是斯蒂芬的初衷。他热爱这样搭建庇护所自给自足的日子，在荒无一人的森林中生存，吃饱喝足便可以随时卧床休息，听着柴火发出的噼啪声入睡。